平的8块腹肌，什么东西？我睡了一觉，长出来了！我裂开！王爷，您终于醒了。王爷，我爹不过是个区3品文官，哪来的王爷？我居然成了那个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晦气战神二皇子燕王。王爷，您遭遇刺客伏击，昏迷了3日。御医说，您的双腿经脉尽毁，站不起来了。好疼，魂穿还能治伤，管他呢，继续装瘸，不用上阵打仗的快活，本小姐收下了。唉，废了便废了吧，本王认命了，即刻班师回朝。报！京城尚书府来信，说是4小姐苏黎的加急密信。谁？本小姐啊，不，我自己给我自己写信。杀神穿到我身体里了，他还知道自己没死。全军拔营，车轮子给我抡冒空了跑！朝着尚书府走，连尚书府门口的狗都不要去对视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跑得挺快，占了孤的龙体，你以为插上翅膀就能飞出孤的手心？王爷，您昔日率3000铁骑踏平敌营，何等英豪，怎可因一点腿伤便坐轮椅上朝？如此娇弱作态，将大元军威置于何地？御史大人教训的是本王无能。皇兄，臣弟这腿是真的站不起来了。若御史大人非要臣弟出征，臣弟这就爬去边疆。哪儿啊！你这不长眼的老匹夫！来人，把御史给哀家插出去，杖责20。赏夜王黄金万两，免去所有早朝，再复安心休养。完美，坐实了废柴人设。王爷，您的腿。兵不厌诈，你不懂。去，把那些军营内刺客尸体上的折翅鸟刺青给本王查清楚。苏黎，你个没娘教的赔钱货！这馊饭就是你今天的口粮，不吃就饿死。就是一个废物也配吃好的。废物。再敢拿馊饭来脏我的眼，下次断的就是你们的脖子。滚！小姐，您莫不是被武曲星附体了？对了，宫里传话，今晚是恶宴为夜王接风，老爷让您千万别出去冲撞了贵人。宫宴，那个霸占了顾身体的孤魂野鬼也会去，给我找一套宫里的衣服来，越快越好，我要亲自去会会他。安全，都很安全。唉。这手怎么这么眼熟？这不就是我自己的手吗？我靠，他竟然真的混进宫了！占了孤的身体，还想躲到几时？不能慌，越怂死得越快。躲？本王何须躲？倒是你顶着这张娇滴滴的脸，是准备来勾引本王吗？该死的女人，占了我的身体还敢调戏我，死不认账，找死！大胆宫女，不想活了吗？奴婢该死，奴婢这就扶王爷去偏殿更衣。敢反抗，当场弄死你！带路！还装！今日若不交出身体，你我便同归于尽。刺穿了这身体的心脉，咱们一起死。反正这身体是你的，我一点都不亏。来，往这捅，用力！哀家的儿，你换个衣服怎么这么久？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重打20大板。太后饶命！20大板，那可是老娘娇嫩如肉体，人寒可且慢。儿臣如今已是个废人，不愿再造杀孽。她一个宫女也是无心之失，就免了她的罚吧。哀家的儿啊，你受了伤，连心肠都变软了。罢了，听你的，算你命大。谢太后开恩，算你识相。但你记住，这只是暂时的，孤迟早会找到换回身体的办法。夜王殿下，眼下咱们最该做的是各自安分，不然谁都没好果子吃。王爷，妾身要不起，要不起就贴条子，转过去，脸凑过来。摆烂吧，毁灭吧，反正死活由不得我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这泼天的富贵，老娘先享受了。我没看错吧？太后送来暖床的美人儿，王爷让他们打牌。我懂了，懂什么了？王爷这是在考验他们。你何等人物，岂会看上那些只有皮囊的庸脂俗妃？
他是在用牌局考验他们的心性。那个输得最惨、满脸白条的，肯定第一个被淘汰。你开心就好。而且王爷心里还惦记着苏府那位四小姐呢，他用这种方式默默拒条小姐守身如玉啊！王爷他好深情。府外，苏府的四小姐求见。苏府四小姐，那不就是被夜王附身的我自己吗？她来干什么？听见没有？是苏小姐，她感受到王爷的心意，主动找上门来了。不用通报了，直接把苏小姐请到书房，我要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属下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走，别打扰王爷。占着姑的身体，在这里跟一群女人玩牌，你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暴露！姑现在这副样子就是最大的麻烦。姑今天来就是要换回身体，现在立刻马上，别逼姑动手！我有什么办法啊？你以为我想变成你吗？我比你还崩溃好吗？要不咱们去庙里找个大师算一算，说不定是中了邪，让大师施法换回来。找最灵的大师，我们要换求签。两位施主，缘分天定，非人力可为呀。没用就好，谁爱去谁去，让我回那个吃人的后宅新豆角，想都别想。在王府当咸鱼王爷不香吗？喂，别磨刀了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法子没用，谁也跑不了。不如我们合作吧。合作？你一个深闺妇人，也配跟姑合作？对，就是合作。你听好了，现在没办法换回来是事实，我帮你稳住你这尊杀神王爷的身份，绝暴露你的破绽。你呢，替我应付苏府那些牛鬼蛇神。还有，你最好改掉你那口一个姑的毛病，要是被外人当成疯子，咱们俩都得完蛋。杀了我，你也活不成，还会永远被困在这个女人身体里。你知不知道朝堂上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？只有我能用你的身份去对付他们。咱们先把威胁我们命的人解决掉，以后睡一觉，说不定就换回来了呢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必须保证对方好好活着，你说对不对？好，但你若是敢用姑的身体做出半点丢人现眼的事，姑拼了这条命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。成交。顶着战神的灵魂一起搞事业，这日子想想就刺激。杀狼匪、玉门关、陈将军又是哪根葱？我一个连京城都没出过的千金大小姐，你问我国家大事儿？王爷可是觉得陈将军的战术不妥？此事不急，无足挂齿，传令陈将军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。多说多错，不说不错，你们自己悟去吧。属下明白了，王爷故意示弱，是想诱敌深入，切断他们粮道，再来个瓮中捉鳖，一举歼灭。王爷高瞻远瞩，属下五体投地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退下吧。这破天的富贵也太难想了吧！再这么瞎指挥下去，迟早要露馅掉脑袋。把府里所有西北军务地图信件全给本王搬过来。离儿啊，这可是姨娘托人重金买来的血燕，你身子弱，快趁热吃。姑在前线杀敌都没受过这等委屈，一群内宅妇女竟敢拿这种猪食来恶心姑。把燕窝倒了。倒了？你个小贱蹄子，给脸不要脸！这可是……姑的耐心有限，再敢来姑面前乱吠，下次泼你脸上的就是滚烫的铁水！滚！小姐，接口张屠户给您的情信。张屠户这个白痴女人，传信的暗号连头猪都不如。你最好有天大的事。杀狼匪是怎么回事？陈将军是敌是友？还有军报上说粮草只够半月，这账怎么算？我真的要崩溃了！废物！你骂谁废物？我连杀猪刀都没摸过，怎么知道你们这些行军打仗的事？换了姑的身体，就得担起姑的责任。
连这点破事都处理不好，你还想安稳享福？这是什么？孤所有将领的性格派系，以及孤常用的8种战术，3天之内全部背熟。下次再敢拿这种蠢问题来烦孤，孤亲手废了你。那你呢？你顶着我的脸，少在后宅给我发疯！我二姨娘最爱搬弄是非，万一传出去我悍度不辞，有暴力镜像，以后会影响我说亲的。说亲？顶着孤的身份，你还想嫁人？你这辈子只能跟孤绑死在一起，学着点怎么当一个活阎王。单身狗懂什么叫甜甜的恋爱？战神，怎么回事？这脚痛，难道孤中了什么西域奇毒？不对，还有血，孤流血了。小姐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我中毒了。什么中毒呀？小姐，您是来癸水了。自打您上次磕破头，记性就不大好，连这日子都忘了。这女子家啊，1年总有那么12回，您这头2日最是难熬，疼得厉害。不过这还算好的，女人生孩那才叫是真疼。奴婢去给您熬红糖水。苏伯父，文轩对离儿倾慕已久，今日带着诚意上门提亲，定会护她一生周全。哎呦，顾公子真是一表人才，我们家离儿真是有福气。福气？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离儿妹妹，你来了。谁允许你叫我名字的？四小姐，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但我对你是真心的。顾公子可军中有一种审讯之法，能将人的指甲一寸寸拔掉，再灌入盐水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再嘴硬的死士也会把祖宗18代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四小姐说笑了，我从不说笑。有些男人的嘴比死士还硬，打着倾慕的幌子，心里盘算的却是怎么吃绝户。滚！再敢踏入苏府半步，这扇子就是你的下场。天山玉门关左翼右翼。王爷，天大的消息！刚才眼线来报，苏府有人上门提亲了。谁？是尚书家的公子，那个伪君子顾文轩。你不过是我顾家的一块垫脚石。顾文轩，你这个畜生！您是不是也觉得那姓顾的根本配不上苏小姐？苏小姐那般天仙，岂能嫁给这种凡夫俗子？我绝不允许萧庭轩顶着我的身体嫁给那个披着人皮的畜生。下达追杀令，去给我挖，把顾家上上下下祖宗18代见不得人的安杂事全给我挖出来！属下遵命。王爷放心，属下就是掘地3尺，一定要毁了这门婚事，绝不让那玷污苏小姐的清白，捍卫王爷的爱情。啥？爱情？外面都在传冲冠一怒为红颜，这要是传到你那多疑的皇兄耳朵里，咱们俩都得掉脑袋。而且顾文轩那个畜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一个废物而已，姑随手就能捏死，你怕什么？怕你着了他的当，我怕你把我的身体嫁给那个畜生。姑说过，姑的身体还轮不到别人染指。光说没用。萧庭轩，我有一法子能永绝后患。什么法子？我娶你。你脑子被驴踢了吗？我说我娶你，只要叶王娶了苏府四小姐，你就是叶王妃，谁还敢来招惹你？我们也能名正言顺的绑定在一起，应付危机，这是最优解。让姑顶着这张脸穿上嫁衣嫁给你，你做梦！姑就算是死，就算一辈子困在这鬼身体里，也绝不可能当你这种废物的王妃。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那你自己去对付顾文轩啊！你现在是个手无忌之力的女人，除了发脾气，你还能干嘛？是我在用叶王的身份保你的命。你休想！不嫁就不嫁，活该你来大姨妈！下官顾文轩参见叶王殿下。这位活阎王怎么回事？我何时得罪过他？哦，顾公子啊，免礼吧。谢王爷。听说顾公子去苏府提亲了。是，下官对苏四小姐一见倾心，心生爱慕，故而真心求娶。一见倾心，本王倒是好奇你是何时见的她，又是看到了哪门子的倾心？这下官怎么说不出来？还是说顾公子的倾心就是这般信口雌黄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？王爷明鉴，下官对苏小姐的心天地可见啊！天地可见，
你们几个来说说，这位对苏小姐天地可见的顾公子，平日里最爱去哪家青楼？有几位相好的红颜知己啊？王爷饶命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听说顾公子自诩才子，虚名而已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，以那块臭豆腐为题做首诗吧。做不出来就不准走。王爷，这有辱斯文啊！连首豆腐诗都做不出，还敢想当苏家的人，滚！别在这里脏了本王的眼！原来这就是权势的味道，不用忍气吞声，不用委曲求全，想踩死一个人，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当个活阎王好像也挺爽的。朕与太后送去你府上的那8个美女，可还用得顺手？早日诞下子嗣才是正事啊！顺手？我一个黄花大姑娘怎么用？再用下去，我底裤都要被扒穿了。皇兄，臣弟如今这副残躯，哪里还敢想那些？那次伏羲伤及了根本，臣弟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什么？竟伤得如此重！来人，传太医！这种事，臣弟实在丢不起这个人。若是传扬出去，臣弟干脆碰死在这盘龙柱上。闻皇叔入宫，侄儿特寻了西域进贡的十全大补鹿血膏，专门给皇叔补补身子。大侄子有心了，不过我看你印堂发黑，眼窝深陷，脚步虚浮，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。年轻人节制一点，别掏空了身子。多谢皇叔关心。王爷，府里出了内鬼，这是后门截获的密信，字迹被水化了。但最近府里采买频繁，有生面孔探头探脑。前有大侄子笑里藏刀，后有细作暗中窥探，真当本公子的宅斗是白学的？去，把太后赏的那8个美人全叫到后花园。别紧张，本王今日得了御赐的西域迷迭香，只需沾染豆大一点，香味3日不散。今日本王便将这香赐给你们。故意沾染香气，是想借此传递什么暗号，还是掩盖某种气味？王猛，推本王回房。朝堂军务内鬼，这盘棋太大，我这瞎子得去找那个能点灯的人了。你疯了！大半夜跑来，真想让孤身败名裂？你已经身败名裂了，现在全京城，甚至皇上和大皇子都知道你不行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用姑的身体干了什么？放手！我还不是为了不让那些美人爬床，不然你底裤都没了。别闹了，说正事。你府里有极其厉害的内鬼，是大皇子的人还是什么折翅组织？我今天试探了那个叫柳儿的，他身上有古怪。子是罢了，真正的老鼠藏得比他深。那怎么办？我宅斗那套快不够用了。宅斗，姑今日就教教你什么叫帝王术。既然他们想试探，我们就给他们演一出引蛇出洞，瓮中捉鳖。不过你明天必须给姑进宫，把不行了的谣言给姑圆回来。王爷，天大的喜事儿！您快看，说，全京城都在传，说您对苏家4小姐一见钟情，眼见心上人被顾家那不要脸的纠缠，您拍案而起，怒发冲冠，这简直是感天动地的双向奔赴啊！双向奔赴？我跟一个装着男人魂的我自己，这不是天造地设，这是天打雷劈啊！立刻去把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给我烧了！王爷您别不好意思啊，您这么霸气护妻，现在全京城的女子都羡慕苏小姐呢。要不属下趁热打铁，去苏府替您提提。滚出去！小姐，顾公子在府外死活不走，非说要为您赋诗一首，以表倾慕。不见，让他滚！从前的苏黎温顺懦弱，如今这般清冷孤傲，烈性十足，倒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若是能把这带刺的玫瑰，连同他背后的夜王势力一起拿下，夜王若娶苏氏女，便是天大的笑话；若不娶，便是薄情寡义。继续添柴，让他身败名裂。王爷，您受苦了！那帮暗算的狗贼，末将恨不得活剥了他们！哭什么？本王还没死。近来太后赏了府里几个美媛，其中有个叫柳儿的格外殷勤。你们走南闯北，可曾见过一种标志是一只折翅鸟的刺青？末将听闻，西南边陲有个专接暗杀的死士营，标记就是断翅鸟。这王府里的钉子必须拔了。柳儿，你在府里住的可还习惯？王爷府上井然有序，妾身住的挺好。是吗？那本王问你，前日你在后花园池边喂鱼，
为的是什么？回王爷，不过是些寻常的鱼食。寻常鱼食。本王池子里养的是极品锦鲤，吃的是专配的细面和虾干。王府的鱼食由管事每日定时发放，进下人私自喂养。你一个连后院对牌都没摸过的美人，手里哪来的寻常鱼食？是妾身去厨房顺手拿的碎米。碎米？鱼吃了碎米会胀肚，这2日池子里的鱼活蹦乱跳。柳儿，你撒谎的本事比你跳舞差远了。罢了，本王罚了。你退下吧。王爷，我放他走了。他现在以为自己暴露了，必然会急着向主子传递消息求救。本王倒要看看这条蛇究竟能牵出多大的一窝鼠辈。小姐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二姨娘跟老爷说，您拒了顾家，败坏了名声，要趁早把您嫁给城南赵家的二公子。听说那是个跛足的商户啊。跛足，商户，把本小姐当什么了？老爷，离儿名声已毁，赵家虽是商化，但愿意出丰厚的聘礼，这也是为了咱们苏府的脸面啊。这倒也不失为一个法子。逆女，你竟敢踹门！谁给你的狗胆，替我定亲？离儿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二娘这也是为你好。你叫我什么？一个贱妾也敢与嫡女论长辈，张口闭口直呼我的名讳。苏府的规矩被狗吃了吗？苏黎，你二娘操持家务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哼，苦劳？她这些年从宫中捞了多少银子到天娘家，真以为天衣无缝？苏庭远，你是要脸还是要查账？离儿，听说你昨日在你父亲书房闹了一通，母亲，刘二夫人都要把您的嫡女卖给跛子商户换聘礼了，您还要在这张床上躺到什么时候？我这身子不争气，你父亲又偏心，我能如何？黄连、半夏，还加了微量的慢性持骨草，这药您喝了2年，换了几个大夫都不见好，您就没长脑子想想为什么？哪是养病，您这是在给那个贱妾腾地方。等您咽了气，这苏府改姓柳，我被卖给跛子，您在九泉之下闭得上眼吗？他敢！我林氏还没死呢！来人，给我把苏庭远和那个贱人叫到大厅来！今日我要清理门户。这才像点样子，烂泥扶不上墙的兵，孤可不待。夫人这大白天的闹什么？一个贱妾越过主母给狄云配跛子，还在我的药里动手脚，老爷不要脸面，苏家还要。老爷明鉴啊，妾身绝没有下毒，账目也清清白白，夫人这是要逼死妾身啊！夫人，这其中是不是有误会？父亲若是觉得有误会，不如把这账本送去顺天府，让官府查查二姨娘名下的那3间亏损的绸缎庄，到底把银子流水做到了哪？不付，还不快把库房钥匙和对牌交出来！既然我拿回管家权，这院子里的人也该清理清理。你，还有你，厨房的李妈，后门的王婆子，全都是柳氏安插的眼线，每人打20大板，立刻发卖出府。小贱人现在硬气了，明着来不行，你去弄点烈性春药。母亲放心，儿子知道去哪里弄最烈的。我要让他在这个家里彻底身败名裂。本王那次伏击伤了根本，那方面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愿意走的领银子走人，留下的以后就做扫地洗碗的粗使丫头吧。王爷，妾身哪怕做个粗使丫头，也心甘情愿伺候王爷。好，真感人。那去把马厩的粪挑了吧。是。王爷，他居然连挑粪都干！他背后的主子没让他探出底细，他怎么敢走？王蒙，去把本王那方面彻底废了的消息放出去，越惨越好。王爷，您的男性尊严还要不要啦？王爷，下官听闻那苏府4小姐苏黎不知好歹，她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哪里配得上王爷？下官愿替王爷盯着她，随时向王爷汇报。顾文轩，你的如意算盘打的，本王在10里地外都听见了。王爷，给本王滚！再敢出现在本王面前，本王就亲自让你爹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王爷，查清楚了，那个一直没存在感的碧荷身份是假的。很好，属下立刻把他抓来严刑拷打。不，死士是不怕疼的，对付他们得用后宅女子的法子。大胆碧荷，竟敢打碎王爷最爱的青花瓷！
我没有。鱼彻底咬钩了，柳儿是主，碧荷是辅，收网的时候快到了。小丫头倒是不笨，居然用后宅发难的由头逼出死士。姑这副身体倒没被她用废。四妹，前2日是我娘不对，哥哥特意寻了100年人参熬了补汤，给你赔个不是。顺便啊，哥哥给你相看了一门亲事，城东李家的嫡。这汤这么好，不如哥哥先喝一口验验毒。四妹这说的什么话？哥哥怎么会害你？快趁热！既然是你的一番好意，那你就给姑一滴不落的咽下去。春桃，把门锁死，告诉二姨娘，她儿子在我这儿补过头了，让她过来接走他的废物点心。完了，萧庭轩要是换回来，发现他的8块腹肌变成了99归一，绝对会活劈了我。王王爷，闭嘴！本王这是在梦游。王爷为了重振雄风，居然连做梦都在苦练，属下誓死保密。婢女把府里搅得天翻地覆，还给你哥哥吃春药。为父已经跟礼部侍郎说好了，将你许配给他家次子。许配？就凭你也想主宰我的婚事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若不嫁，就是不孝。就算绑，也要把他绑进礼部侍郎的府上。荒唐！姑统领10万铁骑，难道真要穿着红装被塞进花轿？与其落到那般田地，倒不如那个蠢女人之前说的办法。王爷不好了，苏府那边传出消息，苏侍郎要把4小姐强行嫁给礼部侍郎家的次子，明天一早就发嫁。什么？把我嫁给别人？不是把您，是把苏4小。放他娘的狗屁！老娘的身体不，本王看上的女人，谁敢碰？赵峰，点起黑甲卫，随本王去苏府抢亲。燕王殿下，苏庭远胆子够肥啊！本王的人你也敢动？苏黎，本王取定了，谁敢拦，杀无赦。吓死老娘了，差点就露馅了，腿好软。昨日他虽替姑挡了礼部的亲事，但苏庭远那老匹夫极其要面子，只要姑一日未出河，他们迟早还会物色别的人家。等那个蠢女人来救，不如姑自己把局做死。春桃，梳头，挑一件最素雅的衣裳。小姐，您这是要出门？去叶王府。小姐使不得啊！昨日叶王刚来拦了您的亲，今日您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就主动登门，这传出去，您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名声，姑的命运，何时轮到这群蝼蚁来摆布？王爷，苏4小姐来了，就在前厅候着。谁疯了吧？一个姑娘主动登门亲王府，这不等于当众向全京城宣布她跟我有私情吗？4小姐定是被您昨日拦亲的英姿折服了。折服个屁！推我出去！王爷前日解围之恩，臣女特来道谢。进书房说。长话短说，我要跟你谈条件，绑定关系。绑定关系？对，对外宣称我们确有私情，我要以苏黎的身份嫁进叶王府。你之前不是说荒唐透顶吗？现在更荒唐，忍用这副身体去给别的男人当妻子。只有我进入叶王府，我们才能互相打掩护。快送报！行，我同意。王爷终于有王妃了，太感人了！我就说王爷那方面不行，4小姐怎么可能嫌弃呢？这就是真爱啊！门外的，给老子滚远点儿！连骂人都这么同步，心有灵犀。那个姓顾的渣男在外面偷看，眼像灵。王爷张嘴。爱妃真体贴，本王替你擦擦汗。王爷的手劲儿真是好得很。那是，本王最疼你了。顾公子看见了吗？我们王爷和4小姐情比金痕，如胶似泥，您就别搁这儿自取其辱了。一个废人罢了，走着瞧。死女人，你再敢掐姑的腰，姑现在就废了你这只手。松手，这可是你自己的身体。姑现在非常后悔。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初没把你直接杀了，这样你这张嘴就不会胡言乱语。大局为重。哎，
商量了1个时辰，敲定方案，这比直接下聘更管用。这意味着本王在护着你。还有一件事，说，带了一盒糕点，劝你最好少吃。挺丑的。王爷甜的，四小姐居然亲手给您做糕点，这就是定情信物啊！赵峰，今天的晚饭你不用吃了，这么咸，多喝点水就行了。光传情投意合还不够稳妥，万一皇上或者苏庭远从中作梗呢？干脆我把病装得再重一点，只要燕王快死了，这门亲事就成了冲喜，谁还会来抢一个随时会守寡的烂坛子？传军医陈松年，我现在身体到底什么状况？回王爷，您就别吓小人了，您这若是起身行走，完全没有障碍啊！你听好，从今天起，我要你3天2头来给我请平安脉，脸色沉重一点，让全京城的人都觉得本王病入膏肓，明白吗？可是欺君之罪啊！你若是演不好，本王现在就治你一个庸医之罪。属下遵命。老陈，王爷怎么了？王爷的身体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你听见了吗？王爷不仅那方面不行，连命都快没了。四小姐不图名不图利，这是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真爱啊！四小姐太伟大了。这副身子太弱了，力量不够，速度不够，连基本的拆招都做不利索。姑的命绝对不能受制于这副弱不禁风的躯壳。小姐不好了！是惊慌，外面都传疯了，说叶王殿下突然病情加重，已经病入膏肓，无药可医了。病入膏肓，现在全京城都在传，说您对叶王一往情深，今日主动登门送情信物，就是为了赶在王爷咽气前嫁过去，给王爷冲喜。冲喜！大家都夸您是重情重义的奇女子，连老爷听了都惊呆了，说既然您愿意去守活寡，苏家也不拦着了。苏黎姑让你传情投意合，你居然给姑加戏装死，让姑去给你冲喜，你给姑等着！小姐，叶王府的赵将军和王父进来了。您受苦了。王爷让属下传话，近日府中不太平，让您多加小心。王爷说了，让您别嫌弃，以后想吃什么随时说，王爷给您买。替我谢过王爷。大少爷回来了。少安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家里好好的。父亲，四妹的婚事闹得满城皆知，叶王亲自上门拦亲，这叫好好的。苏少安在外任职，却能对京中消息了如指掌。大哥，不蠢，可以用。李儿，你瘦了，听说你二弟喝了点好东西。他活该。确实活该。父亲，回头我跟四妹单独聊聊。大哥，你这次回来，只是因为听说了我的事，还是你收到了什么风声？我在外任职的地方，上个月来了一批人，暗中打听苏家的底细，对方做得很干净，但我认出其中一个是大皇子萧瑾府里的人。留下，找个理由告病。苏府这个烂摊子，光靠我现在的身份压不住，我需要你的官场人脉，从外围帮我盯着萧瑾。好，但我得提醒你一件事。说。叶王殿下，外头都在传叶王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你跟他情投意合，难道真的打算嫁过去守活寡？苏黎这个蠢女人！大哥放心，我跟他只是合作关系，各取所需罢了。王爷，属下刚收到消息，苏大少爷今日去拜访了几个朝中旧交，似乎在暗中打探大皇子的动静。有啊，战神，盯着就行，别插手。另外，暗中保护苏兆安的安全。王爷，大皇子府的管事递了帖子，说是带大皇子送几坛西域进贡的葡萄酱给您补身子。补身子是假，试探我是真。周讲，找陈松年验毒。王爷，陈松年亲自验了3遍，干干净净，没毒。萧瑾做事绝对带着目的，酒里没问题，那就查酒坛子。都给我查一遍！王爷神机妙算，查到了，酒坛底部刻了暗号，跟之前咱们截获的密信标记一模一样。借着送酒的名义往我府里传递暗号，这是在联络柳儿那帮眼线。属下这就去把坛子砸了，把暗号抄下来，就原样放回去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我们岂不是自己坐以待毙？传令下去，外院的守卫表面上松懈3分，暗地里给我布下天罗地狱。黎儿，大皇子今日借送酒之名进了叶王府，怕是来者不善。他在试探，很快他就会动手了。叶王如今病重，能撑得住吗？我们要不要帮忙？不必。那个女人虽然蠢了点儿，但还不至于连这点手段都应付不了。苏黎，姑的身体，你最好全虚全威的护住。四小姐，文轩这几日茶饭不思，话得此话，还望小姐赏脸一观。
我不弹琴，眼睛也没这么小。春桃，拿火折子烧了。谁许你碰我的？你不识好歹！外面都传叶王病入膏肓，马上就要死了，你非要嫁给一个快死的废人去守活寡，也不愿接受我的真心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的都是事实。顾公子，下次再敢来苏府犬吠，我就不是拍肩膀了。滚！王爷，苏府大少爷苏兆安近日在回府的路上遭遇死士劫杀，伤着没有？万幸苏大少爷带的护卫拼死抵抗，人没事。但那些杀手身手极高，属下在现场发现了这个。大皇子既然让死士动手，必然会联络府里的内线探听消息。那2个丫鬟该收网了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我让你照着那酒坛底部的暗号伪造的指令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写好了。很好，把鱼饵放下去，等鱼上钩。既然他先拔刀，那就别怪本王断了他的爪牙。苏兆安未死，叶王生疑，速离。主子让我们撤，可我们什么情报都没传回去啊！指令就是指令，立刻走。后院有个狗洞，我们从那儿出府，去城外破庙会合。别动！别喝！柳儿姑娘，大半夜的去哪儿啊？在爷爷面前想寻死，门都没有，带走！两位，这大半夜的急着出府干什么？碧河是吧？自称清河郡人士，家道中落。可惜啊，本王派人去清河郡查了，根本没人认识你。王爷饶命！认识这个吧？今日刺杀苏大少爷的死士身上掉下来的。你们的主子不仅派你们来盯着本王，还要对本王未来的大舅哥下死手。我不知道。本王耐心有限，把你知道的、你们的来历、联络方式、大皇子的所有计划，一字不尽地说出来。说了，本王保你一命；不说，这些东西会让你觉得活着才是最痛苦的事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求王爷别用刑。堵上他的嘴。从你们如何被大皇子选中开始，慢慢说。苏黎干得漂亮，小姐，既然你主动找死，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我说是户部侍郎周显周大人，是他命我们潜入王府打探虚实。您手握重兵，圣上倚重，若能投靠您，将来便前途无量。可又听闻您受伤后性情大变，所以才想让我们来确认一下。街头人士城西百味斋的伙计，左耳后有颗痣。王爷，这姓周的活腻了，属下这就去抄了他的家。一个墙头草户部侍郎，有胆子有财力豢养这种死士，萧瑾这是把周显推出来当替死鬼，想断尾求生呢。那咱们不管了。他既然把戏牌子搭好了，本王怎么能不唱？赵峰，把供词一字不漏的呈给皇上，就说人赃并获，请皇上圣裁。本王倒要看看萧瑾以为自己计谋得逞时，后院起火是什么滋味。殿下高明。皇上看了叶王呈上的供词，龙颜大怒。周显已经被下大狱了，叶王府查封了百味斋，完全没怀疑到您头上。我这位皇叔打仗虽然厉害，可玩朝堂诡计还是嫩了些。牺牲一个周显，不仅能让叶王放松警惕，还能借机遣除异己。传令下去，剩下的人全部折服。小姐，现在的外面都在传，说您对叶王殿下情根深重，甚至说王爷如果病故，您准备嫁过去殉情呢。大皇子那边的人听到这消息，据说笑得合不拢嘴，觉得王爷彻底废了。殉情，传得好，备车去叶王府。大皇子把户部侍郎周显推出来当替死鬼了，他现在肯定以为自己把我们全骗过去了，正在府里开香槟呢。干得漂亮！外头我为你殉情的谣言也发酵到了顶峰。那可不，咱们这波雌雄双煞配合的简直天衣无缝。来，击个掌！哎，我操！那个意外，纯属意外。我忘了我现在这么重，你现在那么轻。再这么冒失，姑就把你这破轮椅给拆了。你看到了吗？四小姐脸那么红，王爷嘴唇破了，还一脸被掏空的样子。我看到了，四小姐果然勇猛。我就说王爷和四小姐是干柴烈火，什么冲喜，什么命不久矣，这分明是真爱啊！谁再敢说王爷不行，我第一个劈了他！小姐，
您不是去庆祝的吗？天太热了，闭嘴！清醒点儿，那是战神的嘴，你只是亲了你自己的脸。王爷，您午膳都没用，属下给您炖了甲鱼枸杞汤，补身子。滚！本王不补。王爷，太后娘娘驾到，已经到前厅了。太后，哀家问你，外传你跟苏家四小姐大白天的在书房里衣衫不整，行那苟且之事，可是真的？母后，那是谣言，绝对的谣言。儿臣只是在书房与他商议要事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哀家不管你们是摔的还是怎么的，只要有儿媳妇就行。外面还有人传说你重伤之后伤了根本，那方面不行了。哀家今日带了太医院的孙院正来。完了，战神的身体没毛病，只一号脉，我这重伤虚弱的伪装不就全露馅了？回太后，王爷脉象沉稳，并未伤及根本，只是气血极为虚浮，像是不懂武功之人强行操劳，加上近日气火旺盛所致。那方面没事就好。既然你气火旺盛，哀家就替你寻个泻火的法子。苏黎那丫头现在背后有夜王撑腰，再不动手，咱们二房就彻底完了。燕王撑腰，燕王就是个命不久矣的废人，而且脾气暴虐。既然外面都传他和夜王在书房不清不楚，咱们何不顺水推舟，把这谣言坐实？唐叔的意思是找几个嘴碎的婆子和说书的，就说苏黎去夜王府已经跟王爷生米煮成熟饭，失了清白。妙啊！名节一毁，她非嫁不可。苏家照样是咱们的天下。话说那苏家四小姐与夜王殿下在书房足足待了2个时辰，出来时那是面若桃花，衣衫凌乱呐，清白都没了。这要是夜王不娶，他只能绞了头发当姑子去了。我只是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啊！皇帝，你听听外面传的都是些什么污言秽语，说轩儿毁了人家姑娘的清白。母后息怒，儿臣也正为这流言头疼。这分明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想毁了苏家那丫头的名声。哀家想好了，不如咱们主动布这事定下来。母后的意思是赐婚？不错，轩儿重伤在身，身边确实需要个贴心人照应。苏家那丫头为了轩儿连名节都不要了，哀家看她顺眼。可苏侍郎只是个4品官，苏家门第配亲王，是不是太低了？侧妃的话，什么侧妃？必须是正妃，明媒正娶，八抬大轿。母后说的是，儿臣这就拟旨。找个好听点的由头，就说哀家夜得神女托梦，说苏家有凤鸾之象，与夜王八字天作之合。母后，这会不会太敷衍了？天家的旨意，谁敢说敷衍？赶紧写。王爷，太后娘娘说了，这正妃的排场一样都不能少，您接旨吧。王爷，您别难过，虽然大家都说苏四小姐，难过，本王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们懂什么？这叫奉旨同居。以后本王和四小姐关起门来商议大事，就是名正言顺，连大皇子都挑不出半点毛病，这简直是天赐的战略保护伞啊！传令下去，给本王大办特办。王爷果然用情至深。到底是个黄毛丫头，吓得都发抖了。正妃，好，太好了。孤正愁没借口把这女人护在羽翼之下，萧景那群蠢货居然亲手把姑送回了夜王府。二哥，来视察本宫的嫁妆。我来看看。管事，把所有金银田产当中清点。这可是太后御赐正妃的嫁妆，也是本宫未来振兴王府的本钱。谁敢动1分1毫，本宫就剁了手当贺礼。赵峰，正妃入府流程是什么？早点走完过场，我们好早点干正事。王爷，迎亲跨火盆都不算什么，最关键的是洞房花烛。哦，那个没事儿，到时候门一关，各睡各的。那也特意指派了宫里最严厉的教引嬷嬷在门外听房，不仅要听动静，第2天一早还要亲自进屋收那染了血的落红帕，回宫复命呢。听房，还要交落红帕？四小姐，这凤冠您试试。放下吧，为了最后的胜利。苏黎，姑已经做出了此生最大的牺牲。等到了王府，若不能把萧瑾那帮人连根拔起，姑跟你没完。愁死我了！明天大婚怎么瞒过嬷嬷的听房？唉。战神穿女装嫁给自己，这画面我能记一辈子。夫
夫妻交拜。盟友，欢迎入伙。合作愉快，但你最好别拖姑的后腿。送入洞房。嘘，外面有人听房，太后派来收落红帕的。咱们现在可是新婚夫妻，不搞出点动静，明天就是欺君之罪。来，搭把手。光摇床不行，你得叫2声。姑叫不出来，你自己叫。行，我来。哎呀，王爷讨厌了。大皇子最近在笼络兵部，之前放在兵部的暗桩，你可以启用了。知道了，明日我就让王猛去接头。搞定，终于可以睡觉了，我热死了。苏黎，腹肌呢？这2天甲鱼汤喝多了，轮椅又不用走路，久久归一了。苏黎，姑要杀了你！那匹黑云的左前蹄铁磨损了，立刻换玄铁钉，否则影响冲锋。王妃娘娘，您连这都懂？兵器架上的长枪，枪杆受潮了，换成白蜡木的。还有府里的暗哨站位太死板，西南角那个假山后面是个死角，加派人手。王猛，你听到了吗？连暗哨和马蹄铁都知道。原来王爷每晚秉烛夜谈，是传授兵法与布防图，这是何等深厚的信任！王妃娘娘就是王爷的灵魂伴侣啊！这门亲事太值了。这俩蠢货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我不行了，我的胳膊要断了。继续，这才第30个。大姐，哦不，王妃娘娘，我是伤员啊，我的腿还没好呢。你跟我装什么腿伤？姑的8块腹肌少1块，姑就扒了你的皮。1、2、3，别人穿越是宫斗宅斗，我穿越是来给战神练腹肌的。动作不标准，加10个。杀了我吧！那个，咱们既然是盟友，这床又这么大，中间放个枕头，一人睡一头。想都别想，姑从不与人同榻而眠，你睡矮道。睡就睡，小气鬼，暴君，活该你单身20年。再废话一句，姑现在就让你永远闭嘴。唉，这份户部的军饷拨给，看出问题了吗？不就是拨了5万两银子给边关吗？我看挺对的呀。你蠢货，你看清楚，押送路线走的是落雁谷，落雁谷正值雨季，泥石流频发，这分明是大皇子一党想借天灾吞没军饷的阳谋。我靠，这群当官的心也太脏了吧！你以为当王爷就是吃喝玩了？把这份玉图背下来，背不完，今晚俯卧撑翻倍，把你吃掉的腹肌给姑练回来。救命啊！这简直是地狱同居！太后娘娘有旨，特赐滋补玉药，请王爷王妃趁热喝下。这是什么药？孙太医说了，王爷您伤了根本，这碗十全大补汤能让您重振雄风，龙精虎猛。王妃娘娘，您这碗是送子汤，2位请吧，奴才还得回宫复命呢。喝还是不喝？你敢碰那碗试试？你先喝。你先。我一个现代女青年喝什么补肾壮阳药啊？万一喝出毛病怎么办？那姑堂堂大男人不能生出什么来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王爷、王妃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您2位干了吧！滚出去！王猛，你听说了吗？外面全京城的茶楼都在传咱们王爷的英勇事迹。王爷又打胜仗了，比打胜仗还猛。外面说王爷为了王妃遣散了所有通房丫头，现在全京城都知道咱们战神王爷是个绝世妻管严。这话千万别让王爷听见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妃！现在全京城都在夸王爷是天下第一好夫君，说您聚馁聚出了新高度，对王妃简直是唯命是从。姑萧庭轩，戎马半生，百战百胜，如今成了别人口中一个吃软饭的妻管严。因为你，姑假装不行；因为你，姑喝了备孕的药。现在，姑连男人的尊严都快被你败光了。保证，我换回来，我一定向全天下澄清，是你搞，是我聚馁。是吗？那今晚俯卧撑加到1000个，姑就让你知道到底是谁管谁。听闻皇叔大婚后修身养性，连最爱的烤羊腿都不吃了。
京中传闻皇叔对王妃言听计从，侄儿本来不信，今日一看，皇叔这气色，似乎真的有些气短啊。殿下说笑了，妾身一介女流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哪敢管王爷呢？王爷，这是妾身亲手为您熬的燕窝，您身子弱，脑子又受了伤，处理不了政务，妾身也只能在旁边帮您磨，多的一句都不敢说呢。是啊，本王现在这副破身子，连提笔都费劲，他又笨手笨脚的，只能凑合过。既然皇叔身体不适，那侄儿就不打扰你们恩爱了，告辞。恶心死姑了！今晚继续加练，练练你的临场反应。啊！你装绿茶恶心到了，凭什么惩罚我？王爷，末将听闻您现在被一个女人管得死死的，不仅遣散了后院，连军务都不怎么过问了。是啊，王爷，咱们北疆的几十万弟兄还在等您站起来啊！本王自有分寸。孟将军，王爷前2日还跟妾身念叨，说您家小公子的满月酒办得低调，他没能送上贺礼，心里很过意不去呢。满月酒是私下办，这事极其隐秘，王爷怎么会知道？还告诉了王妃。李将军，王爷说黑风峡那条补给线他一直记挂着，第3座风系的瞭望塔年久失修，视野有死角，让您这几日务必多派1倍的人手巡查。2位将军都是王爷的左膀右臂，王爷信你们，妾身也信。只是王爷如今身子不便，有些话妾身替他传达也是应当的，对吧？末将领命，请王爷王妃娘娘放心，末将誓死效忠。大佬，偶像，你今天太帅了，3言2语就把那2个刺头治得服服帖帖的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戏看爽了，马屁拍够了。够了！今天你面对旧部时眼神飘忽，气场全无，加练1个时辰核心力量，姑的腹肌要是明天还没显出轮廓，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残忍。救命啊！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！我的老腰啊！再睡这破榻，不用大皇子动手，我就先半身不遂了。这可是你的身体，你就不心疼？今晚你睡床上来。真的，你真是个好人哦，不好老婆。宫里来旨意了，太后和皇上特许您和王妃今日入宫请安，全回门之礼。完蛋，进宫肯定要被试探，怎么办？继续装，只要演得好，赏赐少不了。我的儿啊，怎么又瘦了？是不是府里下人伺候的不尽心？不关下人的事，儿臣这腿废了，日夜钻心弯骨的疼，只能靠王妃在一旁照顾。母后别担心，王爷就是前几日非要看兵书，累着了。臣妾已经劝过他了。母后您别夸他，他笨手笨脚的，还挑食，每天非得要吃精细的燕窝，儿臣也是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多费心盯着他。手笨脚挑食，苏丽你这个蠢女人，姑今晚必杀你！你这孩子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母后说的是。庭轩，西郊大营的军务，你近日可有定夺？皇兄，臣弟正想跟您说这事儿，臣弟现在连看2页折子都头晕眼花，全靠王妃在一旁念给我听。臣弟现在晚上要是没他在旁边守着，就总做噩梦。西郊大营，臣弟是真的管不了了，你赶紧找人把兵权收回去吧。胡闹！你的兵除了你谁能带？你好好养伤，兵权绝不收回。来人，赏叶王1000年人参10支，赏王妃黄金100两。黄金100两？昏君！我今天这招以退为进交兵权，是不是演得特别好？哎，你今天擦汗那一下也很绝啊，演的就跟真疼我似的。你能夸我一句今天配合的好吗？不能。切，真小气，夸一句都不肯，你这人也太不大方了。不就不大方吗？至于气成这样？软绵绵的大床，我来啦！你睡矮大。不是说好让我睡床的吗？这椅子什么意思啊？姑改主意了，因为姑很不大方。萧庭轩，其实你这人就是外冷内热，你嘴上说不在乎，其实很在意太后、在意将士们的看法，你只是不说而已。所以我说你不大方，你才不高兴，因为你觉得自己付出了，我却没看见，对不对？你话真多，睡觉。王爷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。本王今日陪爱妃回门，主要是听说前阵子有人想在爱妃的嫁妆里动手脚。王爷恕罪，犬子只是一时糊涂，老爷已经罚过犬子禁足了。这蠢女人护起犊子来倒是挺像样。离儿，你在王府过得可好？娘，我很好。岳父，母亲身子不好，本王已经跟太后请了旨，明日起太医院的院判每天来给母亲请平安脉，谁敢怠慢，本王砍了他的脑袋。萧庭轩，我今天听赵峰说了，你把后院的排水沟挖了，还给我的踏雪换了马蹄田，连书房外的老槐树你都加固了。看不过去，顺手而已。你怎么什么都管啊？
我都快离不开你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太能干了，简直就是咱们府上最完美的管家公，没你这福利得乱套。管家公，苏黎，你嘴里能不能吐出半句好话？明天起你自己管。火小一些，粥要熬到米粒开花、粘稠软烂才行。我那个胃以前在娘家饿坏了，吃不了家生的。奴婢记住了。还说不管，这管家公当的不是挺乐在其中的吗？口嫌体正直。王爷，抓到了，是城东当铺雇的。查到头了吗？断了，当铺掌柜已经跑了。大皇子的人，既然他这么想知道王爷到底废没废，那就演给他看。懂了，反向钓鱼是吧？明天我就让他亲眼看看什么叫半身不遂。王爷您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本王的手连握杯子的力气都没了。你摔就摔，磕头干什么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这叫战损庄，懂不懂？太医来了！哼，连轮椅都坐不稳了。好极了，一个废人不配占着兵权，让御史去太后面前上折子，就说叶王只有一个正妃，恐乱宗府，只要逼他纳了本殿下安排的侧妃，他的生活才能更精彩。王爷，您醒醒，太后娘娘派人来看您了。您早上就没胃口，这粥臣妾熬了2个时辰，您好歹喝一口。来啊！王妃辛苦了，本王这破身子全靠你衣不解带的伺候，这辈子本王有你一个正妃足矣，什么都侧妃啊！娘娘真是情比金针，老奴回宫一定如实禀报太后。那些催婚的御史，纯属多管闲事。插嘴！今晚加练一套拳法。喂，我刚才可是在帮你解决催婚危机，你恩将仇报。出拳。力从脚起，腰背发力。知道了。对了，大皇子那招没成，会不会对我娘家下手？上次回门，姑已经挑了几个靠得住的老兵，安插在你娘院子附近了。苏明那边，王猛也派了暗卫。干什么？萧庭轩，谢谢你。别动不动就煽情，恶心。你嘴上嫌弃，背地里却把我家里人都护得好好的。萧庭轩，你要是再嘴硬，我就当着全府人的面夸你温柔体贴，是个好老婆。你看我敢不敢？蠢女人！王爷，太后娘娘让老奴问问，您和娘娘成婚也半月了，太后她老人家急着抱孙子呢。嬷嬷有所不知，王爷的身子伤了根本，太医嘱咐了不能操劳。王爷他伤得这么重，哎呦，那确实得好好养养，不能强求，不能强求。哎，萧庭轩，你这招也太狠了吧！太后现在肯定以为我不行了。这叫一劳永逸。怎么，你还真想生一个？万一太后急了，派个教引嬷嬷来盯枭怎么办？咱们床中间还摆着2个枕头呢。那你就努力点，把病装得再像个废人一点。文轩拜见王爷，特来恭贺王爷与苏家4小姐的新婚之喜。看什么看？王爷息怒，文轩只是觉得以前未能与王妃成良缘，心中愧疚。找死！你以为你接近大皇子，他怎么全都知道？这么和本王说话？赵峰，送客。这份西郊大营的换房调令，里面的人全是大皇子的暗桩。苏黎看不出来，直接批了。这是他的兵权，他的天下，可他现在却只能被困在这具女人的躯壳里，连出面阻止的资格都没有。萧庭轩，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这是你的府地，你的兵权，结果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这个半吊子瞎指挥，换谁都受不了。你放心，等换回来的那天，我保证完完整整的把一切都还给你。但在那之前，你多教教我，我少惹点祸，我替你守着，好不好？你少惹点事，就是帮姑最大的忙了。遵命，王妃娘娘。王爷，北境军报，今年冬裘还差300件，
军需处银子不够了。准了，从王府司库里拨。王爷，妾身记得您提过，3年前黑水河一役缴获的狼皮多出了73张，一直未曾入册，藏在西山大营3号库的夹层里。大哥，你疯了吗？这题我没背过。对，本王是提过。王爷还说，这批狼皮不要交给军需处，去城南柳树巷，只有他的手艺能让皮球穿10年不开裂。我的天呐，王爷，您连刘铁手这种暗线都告诉王妃了，这绝对是推心置腹、生死相托的真爱呀！属下这就去办。老王，你看出来没？娘娘刚才说话那气势，简直跟王爷一模一样。王爷这是要把娘娘当成第2个自己来培养啊！你闭嘴！你发什么神经？你仔细回想一下，那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，你真的觉得那只是培养出来的吗？那还能是啥？总不能是王爷附体了吧？萧庭轩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提那些绝密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王猛看你的眼神，他都快看穿你了。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就算姑穿着这身皮囊，姑依然是夜王。姑的兵只能听姑的。我们明明说好合作的，我替你挡在前面，我们想办法换回来。你现在这么装猛，一旦查下去，我们2个都得完蛋。合作？姑只是暂时容忍你的存在，你不过是个挡箭牌，有什么资格跟姑谈条件？好一个挡箭牌！萧庭轩，是我太天真了，居然妄想跟你这种冷血怪物同舟共济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换回来，立刻，马上！就凭你？对，就凭我！放肆！你敢威胁姑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如果你再敢背着我搞小动作，我明天就穿着你这身王爷的皮，去京城最繁华的南风馆点10个小关，去大街上跳脱衣舞。我要让战神的名号毁灭吧！累了！你敢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这个蠢女人竟然真敢反抗！陈松年，本王问你，古籍里有没有记载过怎么换回来？有过，2人必须心意相通。心意相通？我跟他，这比让我生孩子还离谱。王猛都告诉我了，你让春桃去城南找玄真道士。萧庭轩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你背着我偷偷造救生艇是吧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你能看得懂道法，还是懂奇门寸计？我问过太医了，想换回来，除了重演生死，最重要的条件是心意相通。心意相通，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，是不是另一回事。我不瞒你，你也不许再背着我搞小动作，各退一步，军务听你的，但你得把我当盟友，行不行？姑可以答应，但如果你再拖姑的后腿，姑就拉你陪葬。成交。娘娘，府外有人自称顾家下人，指名给您的。一别数日，卿之容颜仍在我心，辗转难眠。顾文轩，姑要将他碎尸万段。卿之容颜辗转难眠，堂堂大楚战士居然收到渣男的情书，这桃花战绝了！再笑一声，姑现在就让你死！好，不笑了。不过这明显是大皇子挑唆他来恶心你的，想不想报仇？赵将军，交给你个任务，去京城最大的茶楼找个说书先生。王爷要听书？不，你就说你在王府门口捡到了顾家大公子的随身物品，心急如焚，想物归原主，让说书先生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把这首诗大声念出来。王爷，您这招太绝了！这姓顾的敢对咱们娘娘有非分之想，您直接让他社会性死亡。王爷护妻之恩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这不叫点污，这叫用魔法打败魔法。活着当个笑话，可比一刀宰了他痛苦多了。诸位听好了，这顾家公子写给叶王妃的诗啊，那叫一个好不要脸，居然敢骚扰王爷的女人！好一个叶王府，反击的真够快的。顾文轩这个废物算是废了。殿下，那我们接下来，侧妃这条路走不通，给我死死盯住苏黎的母亲，那就从他家人下手，传令折纸的暗状，我要让萧庭轩知道惹怒本殿下的下场。真是见了鬼了！我在户部被上峰穿小血，少安在任上被参奏，连家门口的铺子这几天天天被流氓砸，到底是谁在整我们苏家？老爷息怒，依妾身看，咱们苏家向来安分，这祸端啊，怕是从叶王府惹来的。刘二夫人，你什么意思？姐姐别生气，梨儿嫁给战神是风光，可叶王在朝中得罪了多少人啊？现在人家不敢动王府，可不就拿咱们苏家这软柿子捏吗？依我看，得把梨儿叫回来问个清楚。放肆！梨儿是王府的王妃，你想叫就叫。好了。下月初3是我的生辰，我这就写封家书，名正言顺接梨儿回府一叙，不管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母女自己解决。
苏黎，只要你敢回来，有你好受的。不行了，脑子要炸了！我以前在闺阁里也就是绣绣花，你现在让我背这东西，把行军布阵叫杀人放火，你若是连基础兵策都背不下来，哪天早朝被皇帝拷问，你就等着掉脑袋吧。不是有你在后面盯着吗？对了，你花重金找那个玄真道人，他到底说怎么换回去了吗？他只说了顺其自然，时机到了自然会换回来。就这跟天桥底下骗钱的算命瞎子有什么差别？花了多少钱？500两。是我娘的信，她平时写信只写3两句，这次却长篇大论催我回去。苏家出事了，终于按耐不住了吗？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回去，敢动我娘，我扒了他们的皮。不过苏家现在肯定被盯上了，我顶着你这副重伤出狱的壳子回去，万一遇到刺客怎么办？干嘛？你这人嘴上刻薄的要死，心却比谁都软。专心点，再学不会，明日加练3个时辰。放心吧，这次回苏府，不管是大皇子的暗桩，还是刘二太太那个绿茶，我跟他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王爷，您和王妃纳娘成婚也有些时日了，不知什么时候能传出好消息，给王府添个小上子啊！哎呦，李夫人，这事儿可急不得，王爷这身子骨还得慢慢调养，哪能操之过急呢？对吧，王爷？刘二夫人说的是，王爷伤后需要静养。不过太医说了，王爷底子好，不仅无大碍，反而十分勇猛。至于好消息，妾身和王爷夜夜努力，定不会让太后娘娘久等。刘二夫人这么爱操心，不如操心操心你儿子，多大了还讨不到老婆，再拖下去，苏家的香火都要折腾断了。王爷，最近府里怪事频发，老臣实在不安啊。岳父放心，这些事是冲着本王来的，苏家什么都不用做，安分守己即可。过几日，本王自会让那些跳梁小手付出代价。另外，管好那个刘二夫人，别让她做了别人的刀。王妃娘娘，王爷千金之躯，您一个人怎么伺候得过来？我家有个远房侄女，年方15，水灵得很，不如送进王府，给王爷做个通风房。不必了，本王的王妃一个人就够了，多一个本王嫌脏。王爷跟王妃真是情深意重。李二啊，姨娘看你在王府辛苦，特意给你备了一份大礼，你当着王爷的面打开看看吧。李二，姨娘特意给你备的礼。你这孩子手劲儿倒大了。翻掌按压，这是军中检查暗器的绝密手法。侧妃娘娘一个深闺女子，怎么会这个？王猛，你看咱们王爷多爷们儿，在丈母娘寿宴上霸气护妻，那句本王嫌脏简直太有担当了。你多注意点王妃，她不对劲儿。好险，我还以为刘二太太要在盒子里放毒针呢，跳梁小丑罢了。不过今日的事恐怕会让有心人起疑。萧庭轩，灵魂离体，你疯了！急伤，拿刀干什么？姑想试试，若身体受损，血脉刺激，是否能让灵魂自行归位？那是我的身体，你划一刀下去，要是换不回来，留疤了算谁的？放下！你大半夜还是偷划了？你个疯子！姑试过了，还是不行。看来单方面流血没用，可能需要同时受伤。你别那种眼神看着我的身体，我得出去透口气。再待下去，我要被你吓死了。这位公子，看画吗？随便看看。公子气度不凡，小生画了10几年人物骨相美。公子虽是男儿身，但这挑画的什么手势和低头蹙眉的神态，倒像个女子。你看错了，本王天生就这样。赵峰，回府。萧庭轩，完蛋了！街上随便一个画师都能看出我神态不对。我有个绝妙的主意，不如我们交出兵权，向皇上请旨去偏远的封地吧。咱们圈个庄，种菜，养狗，这辈子换不回来也挺好啊。交兵权去封地种田，你若敢交出姑用命换来的兵权，姑现在就掐死你。况且兵权一交，大皇子今晚就会派死士屠了整个燕王府。别做梦了，准备一下，萧瑾那边的大动作马上就要来了。军情告急，王爷，属下查过那个画师了。最近京城确实多了很多传言，说您举止间少了沙场男儿的刚猛，多了几分娇柔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掉，我还是继续装死摆烂吧。只要我不出门，他们总不能冲进府里。你干什么？装死摆烂。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是谁？只要你一天还占着姑的身体，你就得给姑把叶王的脊梁挺起来。你若敢当缩头乌龟，毁了姑的心血，姑现在就让你死！我错了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我绝不跑。出去！哟，萧大王爷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我以前每个月都要死一回，你以为做女人那么容易啊？
喝了吧，喝了能好受点儿。多谢。我有个贤内助养成计划，想听听吗？王爷，大皇子死尸据点藏在城西的黑风谷，易守难攻。我们折了2个兄弟，还是探不进去。王爷还在忙呢，吃口水果吧。呀，王爷，这里是不是有条河呀？妾身前几日做梦，梦见这河水暴涨，冲垮了下游的堤坝，把下面的房子全都淹了呢，真是好吓人呀！对呀，黑风谷开上方正是玉龙河，一打用水攻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就能将那群死尸一网打尽。王妃娘娘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老赵，你信不信这世上有换魂的事儿？你没喝酒吧？脑子被门夹了？你不懂，一个闺阁女子怎么可能懂这些？王爷从鬼门关走一遭，性情大变，怎么了？人家娶了个聪明媳妇儿，你在这疑神疑鬼什么？想造反啊？王爷找军医，王妃找道士，难道？哎呀，你看咱们王爷和娘娘多般配，娘娘连军务都懂，这在戏文里叫什么？英雄配佳人，绝配！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盖的千金，几天摸通了北境军务，你不觉得邪门？那是因为王爷跟娘娘无话不谈，你个单身狗不懂情爱。滚！萧庭轩，黑风谷被端后，萧锦的人太安静了。王猛说城北的暗桩失联，我这心里直发毛。暗桩失联，说明他已经开始清理我们的眼睛了。越安静，下一步的动作就越大。敌暗我明，既然找不到蛇洞，那就引蛇出洞。哎，你觉不觉咱俩现在配合的挺好？是不是特有默契？哼，姑跟姑的战马也有默契。嘴硬。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手里有兵权，为什么不直接反了？你皇兄天天防着你，萧锦天天想杀你，你不累吗？朝堂局势错综复杂，姑若反了，边境必乱，敌国必趁虚而入，受苦的是百姓。姑活着，手握兵权，就是悬在那些野心家头上的一把刀。姑若死了或反了，天下必将大乱。你这人还挺伟大的。右手又缩回去了，出拳要狠，战场上敌人不会等你。我够不着啊！看什么？我发现你穿我这身皮，竟然比我本人还好看，不知羞耻！哎，你别走啊，我夸你呢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你突然急刹车？你走路不长眼吗？算了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本来就什么都没发生，绝对没有。您二位这是吵架了？没有，没吵架，坐那么远干嘛？今天太热了，分开坐凉快。这男人的手也太粗糙了，连根针都捏不住。王猛出大事了！王爷在书房缝东西。王爷又怎么了？我的天，堂堂铁血战神，为了哄王妃开心，居然亲自飞针走线，这要是传出去，绝对是京城第一痴情种啊！你再说一遍，王爷在缝东西。一个从小弱刀杀人的战神，怎么可能拿得起绣花针？除非妖孽竟敢夺撤我家王爷！不是去给王爷贺喜吗？拔刀干嘛？喏，给你的，你以后练拳带上，护着点手腕，别把我的身体弄废了。线缝的像蚯蚓，皮裁的也不对称，丑。我第一次做，你到底要不要？不要还我！虽然丑了点，但勉强凑合能用。明天让春桃拿药膏把这几个针眼涂了，没有下次。蠢死了！大半夜不睡觉，盯着姑看什么？你这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爱上姑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就是随便看看我的脸。我告诉你，等咱们身体一换回来，各过各的。你干什么？各过各的，
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的处境？我就是说了句实话，等换回来，咱们好聚好散。好聚好散！你占了姑的身体，搅乱了姑的天下，让姑堂堂战神困在这后宅里，替你忍受那些妇人的闲言碎语。姑告诉门都没有，在姑说可以之前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生是姑的人，死了也得是姑的鬼。王爷，娘娘。慢用，今天气氛好吓人啊！你懂什么？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，闹别扭是情趣。可是他们都快隔着一条河了。这个疯批，我绝不能跟他绑在一起等死！我必须跑路！云州天高皇帝远，物产丰富，只要我能想办法去这儿就范，萧庭轩就算手眼通天也抓不到我。你要去云州？你想跑？是，我就是要跑！我受够了这每天提心吊胆、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日子。你以为封地是菜市场？你以为皇上会放一个手握北境重兵的王爷去偏远之地逍遥？那是你的兵，你的天下，你的责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我只想活着，我不想陪你在这龙潭古穴里玩命，有错吗？是你只想活命，你没错。那你放我走。可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萧瑾非要杀姑？因为姑手里的兵权是悬在那些乱臣贼子头上的一把刀。姑若死了，或是退了，北境几十万铁群龙无首，到时候生灵涂炭，国将不国。你以为你能躲到哪里？家人又能躲到哪里去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倾巢之下焉有婉婉。可是我怕，我真的怕。苏黎，姑虽杀伐果决，但从不滥杀无辜。只要你与姑携手并肩，撑过这暗潮汹涌，姑便护你和你在乎的人。生生世世，周全无虞。姑不是在求你，只是告诉你事实。传承了，谁也活不了。萧庭轩，我问你一件事。说。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累吗？行了，这龙潭虎穴我陪你闯。当真？我答应留下来给你当挡箭牌，不过我有条件，以后不许对我动手动脚，更不许打我欺负我。有话好好说，不然我立马罢工。可以，但姑的计划你必须无条件配合。成交，咱们算和好了。这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线条？要打仗了？未雨绸缪。白天不还吵得要掀屋顶吗？这就粘在一起了。看到没？这就是爱情的魔力。咱们王爷这招欲擒故纵，够！喂，你睡了没？没有。白天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自私，特别不懂事？你只是想活下去，不算错。那你呢？你背着那么多人的命，也挺不容易的吧？睡你的觉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傲娇怪，把你留在身边，似乎也不错。这破布是铁打的吗？大哥，你拿的是针不是剑，你那是缝衣服还是在把衣服当仇人捅啊？闭嘴！太后娘娘驾到，已经到院子了。轩儿啊，今日腿可好些了？母后放心，王爷今日还多用了一碗粥，妾身日日陪王爷看兵书，王爷的腿今日甚至有了些微的疼痛感呢。真的，阿弥陀佛！轩儿，你必须快点好起来。南境叛军四起，你那个大侄子萧瑾最近频频插手南境军务，你皇兄愁得夜不能寐呀。母后放心，儿臣定当早日康复，绝不让母后和皇兄失望。王爷，800里加急！南境知府谎报灾情，咱们派去的暗桩全部失联。骗我！王爷，妾身不懂兵法，但妾身看您平日总盯着这条小路发呆，若是从这里走，是不是能绕过叛军的主力大营呀？娘娘，这叫羊肠小道，大军根本展不开，这是兵家大忌。赵峰不懂。王猛传本王密令，派500精锐轻装简行，连夜从这条绝境穿插，直捣叛军粮仓。只要烧了萧瑾给他们囤的粮，叛军不战自复破。属下遵命。王爷和王妃绝倒是换了魂，我这该死的聪明才智。我今天才算看明白，南境的叛军，朝堂的老狐狸，还有那个阴险的侄儿大皇子萧瑾，
你一个人顶着这些明枪暗箭，这王爷当的也太难了。你今天说这些，是想表功？我是心疼你，你一个人扛着这么重的担子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以后该配合的我都配合，绝对不跑了。以前我以为这世上没什么是我扛不住的，看本兵书要被骂不可妇道，空有抱负却只能困于后宅。女子之难我从前不知，如今受教了，你也不容易。萧庭轩，谢谢你。别急着谢，我是懂了你的难，但你要是再敢犯蠢，我照样罚你。不过以后有为难的事儿，你可以跟我说。王爷，宫里急召，皇上命您明日一早上朝议事。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完了完了，我连金轮殿朝哪儿开都不知道，万一大皇子萧景给我挖坑怎么办？我站都站不起来，我难道要坐着轮椅去跟那帮狐狸吵架？现在别说话，多冷笑。别人问你，你就回3个字：容后意。这也太多了吧，我手都在抖。带上。你没扔啊？太丑了，扔了怕吓着狗。但既然是你亲手做的，就当个辟邪的物件吧。明日他陪你上朝。父皇，儿臣以为必须派一位威望极高的皇族宗亲前往督战，放眼朝野，唯有叶王皇叔最为合适。这些所谓匪患，假咒齐整，阵法森严，分明是有人这般急着让本王去，是想掩盖什么？皇叔说笑了，匪就是匪，哪来的幕后之人？如皇叔身体不方便，本皇子愿前往扫平匪患。此事关乎社稷，臣请容3天再议。3日后，臣辈必欠呈上一份万全的平匪方略。准奏。写的还不错。王爷娘娘，苏府来报说夫人突发症结，高烧不退，快不行了，求娘娘赶紧回去见最后一面。我娘，这不可能！王猛刚带精锐去南境暗查，萧景安排了监军，是引我们出府的死局。你知道是局，还去吗？不管是不是死局，我都不可能坐在这里不管。她是我娘，哪怕是阎王殿我也得去。去，你我一同去。别怕，不管前面是人是鬼，我都在。萧景，你要战，我便战。有刺客保护王爷。王爷调虎离山，还在王府设伏，看来他们真把您当成毫无还手之力的残废了。本王在这轮椅上蛰伏了3年，本想多要几条大鱼。既然这暗箭都射到了床头上，这残疾就不必再中。赵峰，属下在。去安排，明日一早把叶王双腿奇迹复原的消息给本王传告天下。戏要做得真一点。属下遵命，定让这出戏唱得满城皆知。哎呦，憋死我了！天天替你坐在这破车上，你这1.9米的个子装瘸，真不是人干的活。你刚才倒是威风得很，明日若是演砸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天哪！王爷，您的腿，您竟然站起来了！快来人啊！奇迹啊！叶王殿下站起来了！王爷的经脉确实全通了，怎么回事？昨夜本王遭遇刺客惊吓，气血翻涌，难道竟因祸得福了？对，定是生死关头激发了潜能，加上娘娘这些日子的悉心调理，冲破了玄关啊！医学奇迹呀！王爷能逢凶化吉，妾妃死也瞑目了。皇上驾到！好孩子，老天保佑啊！皇兄放心，臣弟既然站起来了，就不会再让任何人翻天。传旨，叶王正妃苏氏贤淑端庄，悉心照料有功，赐金宝金册。妾身谢陛下隆恩。在全天下都知道叶王站起来了，那些在暗处做手脚的人，好日子到头了。那我呢？我现在这双腿可是健全的，总不能天天在府里陪你绣花吧？当然不能。明日
你要让那些老将看看，叶王不但能战，还能重新执掌兵权。去兵部跟那群脾气火爆的骄兵悍打交道，我连排兵布阵都不会啊！怎么，苏大小姐怕了？怕？本小姐字典里就没有怕字。大言不惭，明日别在兵部给我丢脸就行。话说叶王殿下身负重伤，幸得王妃日夜不离。某夜，两人阴阳调和，气血贯通，王爷竟奇迹般的站了起来，好一个医学奇迹呀！这都什么虎狼之词？能不能派人把那说书的嘴缝上？昨日太医问诊是你自己编的冲破玄丹因祸得福，现在嫌丢人了？我看你耳朵也挺红的，心跳加速了吧？看什么看？王爷娘娘，有人往府里递了拜帖。谁这么没眼力劲儿？是顾文轩。这孙子写了什么？玉人远嫁叶王府，犹记当年折柳情。他还敢往叶王府送东西，挑衅姑。跟我没关系，以前定亲那会儿我都嫌他油腻，没见过几面。王爷要回帖吗？不回，让他滚！王爷，顾文轩又送东西来了。这次又是什么恶心玩意儿？是一盒上好的胭脂，他还附了小签，说文王妃凤仪天成，此物虽俗，聊表心意。这东西是送给我，这是送给娘娘的。他还逢人便说当年退婚是误会，拿去喂猪。你别生气，一个渣男而已。一个酸臭羞才，三番五次挑衅我。交给我，我是叶王，一个死渣男敢泡我媳妇儿，我还收拾不了他。随你，别弄脏了我的手。萧庭轩睡了吗？说。你说萧瑾到底想指示顾文轩做什么？多次前来挑衅。顾家在朝中势力不大，萧瑾想用他当棋子不假，但顾文轩绝不会甘心只当棋子，他多半是在两头下注。那他盯上现在的你，到底图什么？无非两点：一是觉得苏家大小姐这副皮囊确实不错，想财色兼收；二是想通过我接近如今双腿复原的叶王。不管他是哪个算盘，他都别想碰你一根头发。哦，你倒是护得挺紧。废话，我那是护我自己的身体和名声。顾文轩是吧？明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社会的毒打。顾公子这几天可是出尽了风头，你就不怕叶王？燕王双腿复原，手里死死捏着半壁兵权，连皇上都忌惮三分，我自然惹不起。但我去谈他王府的虚实，他又能奈我何？夫人，一个在深闺里唯唯诺诺了16年的女人，什么意思？短短几个月，怎么可能像完全变了个人？这里头绝对有蹊跷。燕王有重兵护着，燕王和苏黎咱们自然动不了，但可以从苏黎他娘身上试一试。那夫人何不试试？巧了，他亲娘今日正好在城东的云商阁盘站，我这就去。他若真有胆子来，我也能以长辈的身份当街扒了他的皮。王爷娘娘，城东传来消息，刘二夫人带着人去了云商阁，当街辱骂娘娘的生母，还要强行夺走夫人的账本和铺子对牌。那个顾文轩也在一旁看热闹。什么？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贱妾，敢当街欺负本王的岳母？刘二夫人活腻了。赵峰，点齐王府铁骑。既然他想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立规矩，那我就亲自去教教他什么叫真正的规矩。妙啊！你顶着我的身份去救丈母娘，这叫满级大佬屠杀新手村。走，老婆去救咱妈，我这个当老公的必须带兵给你撑腰。今天本王去给你镇场子，你想怎么抽他就怎么抽。你再叫一声老婆试试，别废话，备车。这苏家脑子被驴踢了吧？前2天才刚在城东街头被咱们王府的铁骑吓得差点尿兔子，今天居然送来加油请帖，还说什么父女久别甚是挂念，看得本王牙酸。你丈母娘的仇子前2天在街上刚报完，这摆明了是鸿门宴，你不觉得蹊跷？蹊跷才要去，他们在街上丢了那么大的人，不夹着尾巴做人，反倒这请我们吃饭，必然有别的算盘。不去怎么知道对方想耍什么花招？到时候去了，看我怎么掀他们的桌子。你现在是王爷，注意点仪态。放心，我现在端架子这事已经驾轻就熟了。王爷，前2日城东的事都是误会，老臣特设家宴赔罪，您能来，老臣真是免了。吃饭吧。妾身敬王爷一杯，也辛苦王妃娘娘了。今日主母惊吓过度，还在后院调理，这接待不周的地方，只能由妾身来代劳了。多谢刘二夫人挂心，不过我看姨娘自己气色不太好，手抖成这样，该好好调养调养才是。老公这不带脏字收拾人的本事绝了。
王爷，老臣有件事想求王爷帮个忙。直说。顾家的公子顾文轩，人品学问都是极好的，只是最近名声上受了点委屈。老臣想着，王爷如今执掌3军，军部正缺些文职参谋，不知王爷能否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？是啊，王爷，只要您金口一开，在军中提携他一把，外面那些关于他退婚的闲言碎语就不攻自破了。这群居然想借我去提携顾文轩，给渣男镀金洗白。顾文轩啊，这人配进本王的军营吗？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当初就不会干出那种背信弃义的勾当。一个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认的废物，你让本王把军机大事交给他？这饭不错，我们吃饱了，走。你刚才是不是生气了？谁生气了？还没生气？你在饭桌上搅汤的时候，差点把人家苏家的碗都给搅碎了。我是觉得他们人很烦，想解决顾文轩，有的是法子，你不需为了他脏了自己的手。王爷、娘娘，家宴失败后，顾文轩贼心不死，属下查到他居然在替朝中与您作对的萧瑾暗中洗银子，而且他洗钱的本金是花言巧语从刘二夫人那里骗来的私房钱。顾文轩这人比我想的还蠢，居然想两头下去。不是蠢，是贪。贪心的人最好对付，你给他一块饵，他自己就会往钩上撞。3日后是皇家别院的端阳宴，我放个消息出去，就说王妃被刘二夫人气得身体不适，不便出席。我就在宴席上等着她自己送上门。她不是觉得咱们好糊弄吗？那就让她当着满京城勋贵的面把脸丢干净。行，就这么办。王爷威名远播，今日得见，实乃3生有幸。听闻王妃娘娘身体抱恙，未能赴宴，在下甚是挂念。不知娘娘可需要什么补品，在下愿为王爷分忧。这渣男真敢啊，当着本王的面惦记本王的老婆。顾公子有心了，不过本王的王妃，本王自会放在心尖上照料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替本王分忧？王爷息怒，是在下失言，在下告退。跟上，拿到他洗钱的实证。鱼咬钩了，赵峰在后园劫到了他跟萧瑾党羽接头洗分钱的铁证。数目不小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不是读书人，明年还要考春文吗？我找人在他的卷子上做点手脚。太慢了，铁爹份，用最简单的法子，把他替萧瑾洗钱的证据直接递到皇兄的御案上。借刀杀人！皇兄最恨皇子结党营私，顾文轩这种小角色，皇兄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。此举既除掉顾文轩，又能向皇表忠心，证明本王手握重兵，但绝不结党。一石二鸟。萧庭轩，你这战神的脑子真不是白长的。那刘二夫人那边呢？刘二夫人还眼巴巴地盼着顾文轩拿他的钱去打点仕途呢，把顾文轩私吞他钱财的账本偷偷扔进他的院子。妙啊！让他亲眼看看自己倾家荡众的乘龙快女是个什么货色！我要让刘二夫人亲自冲去顾家，手撕渣男，狗咬狗！这种踏实感，萧庭轩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你在挺好的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想从我嘴里问出萧瑾殿下的事，做梦！本王没兴趣跟你废话，你不说，本王就不知道你是折翅组织的人。既然王爷什么都知道，又何必来问我这个将死之人？我查到你原是云州人，你唯一的妹妹叫小草，今年刚满15岁，在城西济世堂当学徒。你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，才卖身给萧瑾当死士。你想干什么？祸不及家人！你们不讲道义！你们来刺杀本王的时候讲道义了，你以为你死了，萧瑾会替你养妹妹？别天真了，你信不信？明早本王就让人把她卖进教坊司。太坏了，我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？这绝对是跟萧庭轩学的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求王爷放过我妹妹。招了。刺客交代，折翅是萧瑾暗中培养的死士组织。这次萧瑾察觉我们在查顾文轩洗钱的事，派他们来灭口。名单上的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手握重兵的战神。皇兄还没死呢，他就这么急着想要本王的命了？赵峰，属下在。地牢那个人处理掉。等等，他已经全招了，而且也是为了他妹妹。所以他的妹妹我们会妥善安排，但他必须苏黎，你要记住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今天你放过他，明天躺在血泊里的可能就是我们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心软了。你不用变得跟我一样冷血，你只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心软，什么时候该拔剑。我懂了。对了，刘二夫人那边应该已经收到我送她的大礼了吧？骗子！畜生！顾文轩，你个王八蛋！大半夜的，你发什么疯？发疯！我倾家荡产，把所有的私房钱都倒贴给他去打点仕途，结果呢？他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提款的傻子吗？给萧瑾洗钱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老娘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，顾文轩，替我吃软饭的畜生！废物，全都是一群废物！
顾文轩洗钱的证据被劫走，派去灭口的死士业武夫都解决不了。殿下息怒，叶王府防卫森严，我们的人不对劲。萧轩以前只会直来直信的打仗，绝没有这般缜密狡诈的手段，一定是那个女人。您是说叶王妃苏黎？自从苏黎进了王府，萧庭轩就跟变了个人一样。传令下去，折斥所有人暂时蛰伏，给我死死盯着那个苏黎。本王倒要看看这狐狸精到底有什么通天的本事。唉。我说啊，你好歹也是个王妃，能不能有点王妃的端庄？知道的还以为本王家暴你呢。你试试穿这身繁琐的衣服，应付那些三姑老婆，看你还能不能说出风凉话。对了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今天以你的名义把户部那个张侍郎给痛骂了一顿。理由？他送上来的军需账目一塌糊涂，明摆着做假账糊弄我。我一想，燕王哪是好惹的，所以我当着6部官员的面，把他的破账从头到尾甩在他脸上，骂得他脸都绿了。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下次记得骂人要抓重点，别扯些没用的，浪费口水。得嘞，都听你的。你天天低头刺绣，颈椎肯定不好，小的给您捏捏。太吓人了，王爷被娘拿捏得死死的，奴婢什么都没看见。其实我知道，这段时间我提拔寒门官员、查粮商，他全都清楚，但他一次都没有阻止我。他不是把我当成一个需要保护的弱者，而是一颗以并肩而立的战友。老赵，你说王爷最近是不是被夺舍了？以前一个眼神咱们都得抖3抖，现在呢，天天跟在王妃娘娘屁股后面，娘娘让他往东，他绝不往西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妻管严吗？王爷用兵如神，这叫战术。你看不懂，就证明王爷聪明。哎呀，这蚂蚁爬得真好！别过来，刘二夫人、顾文轩，你们这些混蛋！为什么我明明活过一次，知道所有人的结局，怎么还这么惨？我不想再死了。我去，你起这么早，干嘛用这种想吃人的眼神看我？王爷昨晚睡得可好，我还以为你会因为梦见顾文轩那个废物夜不能寐呢。活过一次，知道结局，不妨给本王详细说说。行，我摊牌了，我不装了。没错，我活过一次，知道你们这里发生的所有事，不然你以为我一穿过来干嘛装残废，干嘛死咬着去削尖头顾文轩不放，满意了吗？哦，既然你无所不知，那你的眼光怎么那么差，非得跟顾文轩那种人渣耗那么久？这就是你预知未来的眼光。老娘现在才看不上他，他就是个死渣男。最好是这样。赵峰，属下在。把这个送去吏部，本王要将苏兆安调入户部任主事。苏兆安，那不是王妃您的亲大哥吗？吏部调令苏兆安，王爷这是迫不及待要培养自己的外戚了。王爷这是迫不及待要培养自己的外戚了。是啊，我就是给我大哥谋个前程，碍着你了。你拿本王的名号给你苏家谋私利？什么叫谋私利？就是没靠山才被压着。萧庭轩，你别忘了，万一哪天咱们换回去了，你还是手握重兵的燕王，我呢？我一个被退过婚又跟你扯上关系的女人，我不趁现在给我娘安插个靠得住的人，难道等死吗？你倒是想得长远。好夫君，调令可以下，但他若在户部捅娄子，本王连你一起办。得令。多谢夫君。家里的事忙完了，也该收拾收拾外头的垃圾了。萧瑾那小子最近太闲了，天天派死士来烦我。你想动他？不，我要重用他。南境水患刚平，百废待兴。我要进宫告诉皇兄，宣王萧瑾文武双全，是去南境安抚灾民的唯一人选。就是不知道你这嘴在皇兄面前能不能骗得过去。皇兄，臣弟今日来是要为国举荐一位旷世奇才啊！哦，皇帝一向眼界极高。能入你眼的奇才是谁？正是宣王萧瑾。皇兄，您是不知道，宣王在户部查账，那思路比臣弟都清晰。此等大才，若只留在京城做些文书杂事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臣弟恳请皇兄派宣王前往南境督办灾后重建，一来为皇兄分忧，二来也能让这块璞玉早日绽放光芒，此乃国之大幸啊！好，皇帝所言极是，朕这就下旨。萧庭轩以为躲在王府就没事了，今晚加派3倍人手。我要把叶王府烧成白地！圣旨到，宣王萧瑾才能卓越，特封为南境巡查使，总督灾后重建。3日后即刻启程，钦此。公公，这父皇怎会突然派我去南京？哎呦，恭喜殿下呀！这可是叶王殿前把您夸得天花乱坠，说是唯有您能担此大任呐。叶王殿下对您那可真是叔侄情深啊！您这一走，咱们在京城多年的筹谋可就全传将把泥盘散沙了呀！萧庭轩，你这个阴险小人！啊！唉，这才是生活啊！没有刺客，没有极品亲戚，这王爷当的舒坦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来人呐！快传太医，有刺客下毒！哎呦喂，我的老腰！别废话，快看看王妃中了什么毒，救不活她，本王诛你9族！咦？
到底是什么毒？说！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王妃娘娘，这不是中毒，也非恶疾，这是喜脉啊！头3个月最是危险，切忌劳累，更忌你先滚下去熬药，滚！那个萧庭轩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本王堂堂7尺男儿，现在肚子里竟然揣了个球！这也不能全怪我啊！那次是萧瑾下的药，而且就那一次，谁知道你这具身体这么争气啊！我现在只想把你这个罪魁祸首给宰了！你别冲动，我是该死，但你现在杀了我，谁给你背锅？再说了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这好歹是你的种啊！萧庭轩，你现在生气我理解，换我也想杀人，但事已至此，你就算把我砍成肉泥，你肚子里的肉也消不掉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捂住这个秘密，咱俩一起扛。你想想，这事儿虽然离谱，但全是好处啊。第一，你现在怀着皇家血脉，这就是最强护身符，太后和皇上肯定把你当眼珠子护着，谁还敢暗杀你？第二，你不是嫌应付那些贵妇烦吗？现在好了，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胎，谁敢让你干活？最重要的一点，这孩子是你萧庭轩的种，你一个堂堂7尺男儿，能亲自体验一把10月怀胎，生下自己的后代，这天下哪个男人有这种 VIP 专属经历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独一无二的战神勋章！再说了，生孩子多疼啊，我一个黄花大闺女还没嫁人呢，占大便宜的是你，到底还在气什么？你闭嘴！哎呀，好夫君，别生气了。我发誓，以后这王府你最大，孩子第2，我第3。你说1，我不说2。你喝水，我绝不端茶。太后驾到，皇上驾到。好孩子啊，真是我们萧家的大功。谢母后关心。哈哈，好样的皇帝，你这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！这要当伯父了，哈哈哈！赏黄金万两。那个，既然你现在要安心养胎，那借王府的势力帮我处理几个人呗。你想动苏家？刘二夫人那对太能作妖了，我怕他们欺负我亲娘，我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若是日后咱们换回来了，你不怕本王秋后算账？不怕，我都给你生孩子了，你还能亏待我？好，苏家的事我来办，不过顾文轩那个废物必须一并处理了。没问题，那只绿头苍蝇我早看他不顺眼了，全听夫君的。然后那将军大喝一声放箭，一时间万箭齐发，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。当个手握大权不用来大姨妈的王爷，肚子里还揣着我们的崽，这日子好像还真不赖。嘿嘿，左脚踩死萧瑾，右脚踩死顾文轩，这金山全都是本王的。这脸真好看啊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戳一下就戳一下。早啊，今天天气不错哈。快，漱口，压一压。我马上让厨房给你端酸梅汤。跟你汇报个事儿，京城那几个恶意囤积粮食、哄抬米价的黑心粮商，我让人查清楚了，证据确凿，咱们今晚派兵把他们一锅端了，充盈国库，怎么样？我厉不厉害？一锅端，然后呢？然后就结案了，老百姓就拍手称快啊！爹，你端了最大的几家，剩下的小商贩立刻就会恐慌，要么把米价抬上天，要么关门不卖，到时候全京城无米下锅，百姓暴乱。你猜父皇是夸你为民除害，还是砍你的头？那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发国难财吧？哼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只用来想怎么干饭。抓是要抓，但要釜底抽薪。第一，派暗卫悄无声息驻粮商管事，拿到所有粮仓钥匙和真账本。第二，连夜分头提审，逼他们相互攀咬，供出背后的朝廷保护伞的一步。天亮之前，以朝廷的名义接管所有粮铺，按平价开仓放粮。如此一来，既拿了贪官，充盈了国库，又彻底将京城粮草命脉掌握在朝廷手里，这才叫一击毙命。高，实在是高，用兵如神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今晚动手，先拿钥匙和账本，再连夜提审。天亮前必须以本王的名义接管出所有粮仓，务必干净利落。王爷神机妙算，运筹帷幄，属下定不辱命。王爷这阴损毒辣的计策风格，怎么那么像咱们家王妃？等等，王猛，这次查抄的账目必然庞杂，你明日一早去户部，把苏兆安给本王调过来，让他全权协助盘查账。属下遵命。苏兆安，你是想让他帮忙查账，还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查抄粮商这份天大的功劳分你大哥一半？是又怎么样？他是我亲哥，我不帮他帮谁？再说了，我哥有这个能力，户部那些老油条做假账比谁都溜。这种查差又充公的关键时刻，我不找个自己人盯着，难道等别人把银子贪光吗？我这是举贤不避亲。苏少文大人查账有功，已被户部尚书当众夸奖，正式接管要职。哼，杀鸡儆猴，这老头看着就不顺眼，给我革职下狱，严查中办。王爷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
天塌下来有本王顶着。督察院联合6科上百务言官联名上奏，弹劾您3大罪状：一、滥用职权，无凭无据将素有清名的李御史打入大牢，打击忠良；二、任人唯亲，借查抄粮商强行扶持外戚苏兆文，图谋不轨；三、查抄所得账目不清，有中饱私囊之嫌。皇上龙颜大怒，萧庭轩那帮言官疯了，他们联名弹劾我。本王听说了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不经查证就动督察院的人？我哪知道那是马蜂窝啊！我只觉得他不是好人，除暴安良本就是好事嘛。你觉得？你凭喜好断人生死，判人官运，朝堂之上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你连证据都没坐实就敢动清流领袖，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我错了吗？那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！我不想被砍头啊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不过这事儿也未必是死局，进宫之后，皇上问什么，你都别辩解。不辩解，那不就坐实了我的罪名？你越强硬，言官弹劾的越狠，你越放低姿态，把委屈受了，皇兄反倒会觉得你是受人蒙蔽。听好，你就跟皇兄说，你年轻气盛，本想肃清理智，却不想被人利用，你认错，把所有的错都揽下，姿态要多低有多低，态度要多诚恳有多诚恳。装孙子，你会吗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满朝文武都要生吞了你！臣弟知罪。臣弟只是一心想为皇兄分忧，查办粮商时查到李御史名下有不明资产，一时气愤他表里不一，这才冲动拿人。是臣弟年轻气盛，识人不知，险些酿成大错，臣弟甘愿受罚，只求皇兄息怒。哎，你呀你，让朕说你什么好？做事如此莽撞，这烂摊子还得朕来给你收拾。陛下，叶王此举寒了天下清流之心，若不严惨，国法何在？臣弟有罪。臣弟病愈，急于为皇兄分忧，却不想识人不明。臣弟见李御史与他们偶有往来，便武断拿人。臣弟辜负了皇兄，甘愿受罚。皇帝，你也是为国心切。皇兄，臣弟忽然悟了，李御史似有清名，怎会同流合污？他定是察觉粮商有意，故意接近，想要暗中搜集罪证。他才是真正的卧底忠臣啊！是臣弟鲁莽，打乱了他的计划。原来如此，朕就说李爱卿是忠臣。传旨，李御史忍辱负重，擢升大理寺少卿。至于叶王，虽然鲁莽，但也是一片赤诚。唉，萧庭轩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我还在想怎么吵赢，他已经想好怎么跪着把事儿办了。爽！有刺客，保护王爷！去死吧！王爷！这味道，这软床，不会吧？完了，他会杀了我的，他一定会把我大卸八块。本王回来了。轩儿，你可算醒了，吓死母后了。皇帝，好端端的怎么又遇刺了？朕已下令封锁全城，定要把幕后黑手坐尸万段。一点小伤，死不了。奇怪，前几天在御书房还痛哭流涕，舌灿莲花，怎么睡一觉又变回这副活阎王的德行了？朕还以为你转性了。干什么？太医说你肩头重伤，必须在宫里静养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臣弟要回府。胡闹！宫里什么没有？一一24小时守着，不比你王府强。臣弟必须回去。不行，没有一个正当理由，朕绝不放你出宫。王妃有孕在身，她一个人在府里，臣弟不放心。哎呦，佛祖保佑啊！轩儿长大了，知道心疼媳妇儿了。好啊！为了江山受了重伤，心里却还挂念着家里的娇妻弱子，真乃情深义重之典范。毁灭吧！萧庭轩，你别过来！你就这么怕本王？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换回来了。萧庭轩，你冷静点，杀人是犯法的。之前求神拜佛都没用，如今挨了一刀，倒换回来了。苏丽，你之前在本王身体里不是很嚣张吗？我现在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要是敢动我，这孩子也没了。萧庭轩，虎毒不食子，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
后悔？你是不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知不知道做女人的这几个月，本王心里有多恶心？你以为本王会需要这个充满屈辱的孩子吗？想给本王生孩子的女人，从京城能排到边境，你不过是其中最不凑巧的一个。是啊，他是战神，怎么会在乎一个曾让他受尽屈辱的女人生的孩子？好自为之。他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他真的会杀了我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等死。不行，我需要钱，去云州。对，去云州，天高皇帝远，只要到了那里，我就能把孩子生下来，安稳过一辈子。大哥娘，如果我跑了，你们会不会被连累？你以为本王需要这个充满屈辱的孩子吗？我先保住自己和孩子，然后再想办法救你俩。宝宝，抓紧了，娘带你越狱。只要出了这道门，我就自由了。宝宝，云州我们来了。王妃娘娘，夜深了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王爷在等您。完了。拿着这些东西，打算去哪儿？你不是说不想要这个孩子吗？我走，不是正好如你所愿？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我害怕，我不想死。本王的孩子生或死，留或弃都由本王决定。你有什么资格替本王做主？那太便宜你了。杀了你，你让本王堂堂战神穿着女人的衣服，捏着绣花针伺候那些三姑六婆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你让本王挺着肚子忍受孕肚，被太医翻来覆去的摸脉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你让本王怀上这个孩子，受尽奇耻大辱，这笔账你说该怎么算？从今天起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你敢踏出房门半步，本王就打断你的腿！王猛，看死他！他不杀我，难道就是要留着我慢慢折磨吗？每天提心吊胆的，还不如给我一刀痛快。好冷，冻死了，谁来给本王生孩子？原来还是为了孩子。罢了，至少在他没玩腻之前，我和宝宝安全了。萧庭轩呢？不会是一大早去磨刀准备杀我了吧？娘娘您醒了，王爷吩咐让您先喝碗粥垫垫肚子。王爷去书房处理公务了。陈大夫刚给换的药，说那刀伤深可见骨，千叮咛万嘱咐不能使劲儿，可王爷偏不听。我去看看。站在那儿做门神，滚进来。你肩膀疼不疼啊？死不了。我不是问你死不死得了，毕竟那伤多少跟我有点关系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不过你放心，本王受过比这重10倍的伤，这点小口子不值一提。那个萧庭轩，我能回趟娘家吗？我想我娘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都多久没见她了？我就回去看一眼，看完就回来，我又不是要跑。哦，昨晚收拾了一大包袱金银首饰，今天就不跑了？本王的话这么管用？那是昨晚，我现在真的不跑了。哼，萧庭轩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让我走，不让我见我娘，把我关在这个府里，你是打算关我一辈子，还是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就直接杀了我？苏黎，你真觉得本王会杀你？有一点，一点，很多点。本王要是真想杀你，昨晚你就已经是具尸体了。本王不杀你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懒得脏了本王的手。哦，娘家不许去，但你要是想见你娘，让人把她接到王府来，本王不拦着。真的？哼，本王一言九鼎。那我还要被关到什么时候啊？等你让本王觉得你不会再干带球跑这种蠢事的时候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苏家的林夫人。苏黎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被王爷禁足了，让你来求情。这王府的门槛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府的门槛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定规矩了？王爷，表哥，林夫人是王妃的生母，更是本王请来的贵客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掌嘴20，禁足半年。表哥饶命啊！表哥，岳母受惊了，苏黎在屋里等您。受了。是不是孕妇厉害？刚才王爷对我是挺客气，可我听说他把你禁足了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娘，我想走，离开叶王府。走去哪儿？你说什么胡话？你是正妃，肚子里还怀着皇家的骨肉，你往哪儿走？
我有钱，昨晚我都收拾好包袱了。有钱有什么用？你这叫弃夫逃婚，皇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到时候不是王爷来找你，是朝廷发海捕文书通缉你。你跑了，你大哥刚在户部站稳的脚跟就全完了。你是要害死我们全家吗？那我就只能在这儿等死吗？他肯定会跟我算总账的。你跟娘说实话，王爷到底打你没？骂你没？饿着你没？没有，不仅没有，昨晚我嫌冷，他还给我盖被子。今天早上让人给我熬粥，刚才还在花园里替你出头。这叫等死？人家堂堂战神对你这般体贴入微，你还要跑？你是嫌命长吗？可是娘，如果一个人做了对不起另一个人的事，而且是天大的错事，那个人还能原谅他吗？那得看对不起到什么程度，看那个人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你。看他心里有没有你。跑不了了，宝宝，看来你娘我这辈子是跟这个死傲萧包君绑死在一起了。既然跑不掉，那就只能哄了。不点灯也不吃饭，你打算在这儿把自己发霉没饿死？胃口，吃不吃有什么区别？你打算这样跟我怄气到什么时候？我哪敢跟战神怄气啊！我就是在想我现在的处境，以前咱们互换身体，我好歹还能狐假虎威，现在呢，我就是一个被你软禁在笼子里的囚犯，连跑都跑不掉。本王说过，不让你出门是因为你随时可能想到觉得我留着是个隐患，然后直接赏我一杯毒酒。苏黎，你是不是觉得本王就是个滥杀无辜的暴君？你以前在我身体里，我当然不怕，那是互相制衡。现在制衡没了，我随时会死。你给本王听好了，本王若是想杀你，你觉得你能活到现在？本王回来的第一件事是让人给你送粥，第二件事是让你把你娘接过来，刚才还在花园里替你娘出气。本王要是真想弄死你，犯得着做这些蠢事儿？可你昨晚明明说太便宜我了。那是气话，换了谁，刚回到自己身体里就发现媳妇儿收拾包袱要跑路，能不生气？是媳妇儿？别多想，本王就是打个比方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绝对不会杀我了？不会，行了吧？能不能放我出去转转？我在屋里憋了一整天，都快长毛了。走。苏黎。啊？怎么了？你离本王那么远做什么？本王身上有刺。没有啊，我这不是怕碰到你左肩的伤口吗？你伤那么重，不该出来吹风的。怕碰到本王的伤，就走在本王右边。离那么远，万一磕了碰了，谁来陪本王的孩子？靠，这个死傲娇怎么突然这么会撩？累了？没有，就是走快了有点喘。你别管我，我歇一下就好。这身段，这气场，这才是大炎战神该有的样子啊！萧庭轩，我在想，我之前顶着你的脸在外面晃了几个月，有没有给你眼砸过，给你丢人没？没有，做的不算差。那，你以后要是心里有气，就冲我发出来，别闷着。你肩上还有伤呢，别气出个好歹来。哼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。那明天还能出来转转吗？后天呢？看你表现。老老实实吃饭，好好养胎，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做到了，明天还带你出来。没问题，干饭摆烂我最擅长了。都说让我帮你换了，死要面活受罪。睡不着。换回来之后感觉怎么样？身体还习惯吗？这本来就是我的身体啊，就是之前当了几个月男人，力气大，腿也长，现在连提个茶壶都觉得沉，走路迈一步顶以前2步。不过还是当女人好啊，不用上朝，不用批堆看都看不懂的折子，不用天天端着架子装凶，更不用跟朝堂上那帮老狐狸斗心眼。你都不知道，装战神累死我了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挺好的，不用操那么多心，安安稳稳待着就行。就是突然怀了个孩子，感觉有点措手不及。之前穿过去变男人，我根本没想过生孩子这回事，结果一换回来，肚子里就多了个金疙瘩。你后悔了？后悔有什么用？难不成还能塞回去？萧庭轩，
我就是觉得吧，这辈子我好像跟你绑一块儿了。你想想，咱俩互换过身体，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，你也知道我所有的底。再还有了这个孩子，这辈子不管怎么着，咱们俩是真的分不开了。你既然知道分不开了，以后就别再动离开本王的念头。你刚才说你在别人眼里杀人不眨眼，但你跟我又没杀人不眨眼过，动多就是嘴毒了点儿，吓唬我吓唬的狠了点儿。他说不杀我，让我把孩子生下来，那生完孩子呢？他要的无非就是个继承人。那等孩子生下来，我是不是就不用跟他绑在一起了？萧庭轩，我想明白了，你想要这个孩子，那我就好好把他生下来。但是生完之后，我应该不用跟你在一起一辈子。你要继承人嘛，我给你生，生完之后孩子归你养，我找个清静地方待着就行了。你说什么？刚才不是说这辈子跟我绑一块儿了？怎么转头就变了？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？不是假的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么优秀，以后肯定还有更好的选择。我一个被退过婚的破落户嫡女，配不上你的，赖在你身边也不合适吧？配不配得上，轮得到你说。那我也得有自知之明啊。苏黎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你前脚说跟我绑一辈子，后脚就想着生完孩子跑路，你当我是什么配种的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怕你嫌我烦啊！你天天冷着一张脸，动不动就吓唬我，我哪知道你到底想不想让我留下来？我要是不想让你留，你觉得你现在还能躺在这张床上？那你倒是说清楚啊！你又不说，我怎么知道？宋州接你娘，带你散步，本王做的还不够明显。苏黎，你就是太闲了，明天开始给你找点事做，省得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。死傲娇，嘴上装了锁，疯子！娘娘，该用早膳了。这人每天起那么早干嘛？又不用打仗。这谁让做的？是王爷特意吩咐的，口味可能偏酸，特意让厨房多备些。嘴上不说好话，事情倒是做得挺到位，算你有良心。好无聊啊！之前当王爷的时候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批折子、骂官员，跟萧庭轩商量对策，日子过得充实得很。现在倒好，一朝回到解放前，又变成了那个什么都不用干的王妃。哎，昨晚他说今天会给我找点事做，他到底要让我干嘛？桃，府里有什么好玩的没？花园里的秋千还在，娘娘要去荡秋千吗？我怀着孕呢。哦，对，那下棋跟谁下？你会吗？春桃，道风在不在府里？去叫他过来。王妃娘娘，您找属下。来坐，别站着，别紧张，我就是闲得慌。赵峰，我问你个事儿，王爷他平时对人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王爷对人好？对啊，比如对你们。挺好的呀。以前属下受伤，王爷让大夫给看，还多给饷银。属下老娘病了，王爷还派人送了药材。王爷就是嘴上不说，但心里都记着呢。嘴上不说，心里记着。果然，那他真生气的时候呢，会怎么样？真生气。以前有个斥候谎报军情，王爷当场把人拖出去，亲手。但那是对敌人，王爷对自己人从来不会这样的。娘娘放心。我放心，我放心。那我算自己人吗？应该算吧，毕竟都有孩子了。对了，你觉得王爷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？有，变化可大了。王爷以前从来不管后院的事儿，现在天天让厨房给您备这备那，还加了巡逻。属下觉得王爷这是心疼娘娘了。你别瞎说，属下跟了王爷这么多年，从没见他对谁这样过。娘娘您就是王爷的命根子。行了行了，你忙你的去吧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我怎么觉得自己更像是个烫手山芋？一上午就坐在这儿发呆。我能干嘛？府里又没什么事做，我总不能去厨房帮忙切菜吧？这是什么账本？王府这个月的采买账目，总不能让本王一边处理朝政，一边管你们后院买了几斤肉。你让我管账，可我不会啊。你之前在户部查账的时候不是挺能耐的？本王说了，给你找点事做。我就知道，昨晚那番跑路的话，这人记仇了。什么找事做，分明就是惩罚。不能看，看多了容易想多。第3页。米面的价格不对，还真是，这上面写的米价比市价高了2成，这是谁采买的？你自己查。行吧，查就查，跑不了，那就先别跑了。既然你把这后院交给我，那就好好待着，把这个王妃当出点名堂来。